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动静修行。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运动呢？从微观粒子到巨大的星系，这个世界呢充满了无尽的动力。哪怕是一颗石头，甚至是马路上的沥青呢，都在无时无刻的运动着。首先呢，让我们从微观粒子开始。根据布朗运动理论以太颗粒呢受到气体、分子或者是液体原子的碰撞呢，从而会引起随机的运动。这种微观粒子的运动呢，是宇宙动态的一个基础。在更大的尺度上呢，原子和分子呢也在持续不断的振动着。原子的振动呢，是由分子内部的化学键的振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所导致的。这种振动呢，使得物质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同时呢，也使得物体呢具有一定的能量。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见到的那种沥青呢，其实就是液体在运动，它的流动速度呢是非常的慢，以至于呢，以我们人体的肉眼来看呢，沥青呢近乎于是一个固体的状态。科学家为了向大众展示沥青是液体的呢，花了将近100年呢，做了一个沥青滴落实验，终于呢就拍到了沥青滴落的一个过程。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已经跑题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沥青滴落实验和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东西的变化很快，我们人可以轻松地观察到它的变化的全过程，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变化很慢的，以我们人类的肉眼或者是寿命来看的话，几乎是不变的。因此呢，我们根据日常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呢，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比如有些武林高手舞剑舞得太快了呢，连水都泼不进去的。旋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它旋转得太快了，别的东西就过不去了。过不去呢，你就认为它是一个实体，而事实上呢，它只是在运动而已。一切的物质呢，其实都是高速旋转的一种运动，然后变成了原子，而原子结合在一起呢，慢慢就变成了墙壁。所以呢，所有的物质全都是这么产生的。那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叫做电子云，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的速度极快，并且是立体的一个旋转，在原子核附近出现的概率是均等的。但是因为速度太快呢，就变成了像云彩一样的东西了。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电子在运动而已。再打个比方一个机器在关掉电源以后呢，从运转到停止，少则几秒钟，多则几天。这个以我们人类的寿命来讲，不是什么特别长的一个时间嘛。因此你可以很轻松的就能够得出结论。然而呢，地球形成了45亿年，人类文明呢，就算把第一个直立猿算上，也超不过20万年。而我们所说的故事呢，大部分也就集中在这200年左右。你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呢，可能都不超过20多年。那这点时间对于一个45亿年的地球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观测到地球的明显变化。因为物体呢，在宏观层面有2种状态，一种呢是运动的状态，一种呢是静止的状态。当然了，物体的运动呢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其实就是说没有绝对静止的物体存在。原因就是当我们进入微观世界之中你会发现粒子是处于运动当中的，而物体呢是由微小的颗粒来组成的。既然粒子没有绝对的静止，那么物体自然也就没有绝对的静止了嘛，因为所有的物体就是由这些粒子组成的呀。只不过呢，当我们以某一个物体为参照物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的这个地球，以地球为参照物的时候，物体就有了一个相对运动和静止的状态。在我们的视野里呢，有的物体在运动，有的物体呢是静止的。这个时候我们自然就感受不到地球的运动。在古代呢，人们看天上的日月星辰看到的太阳和月亮在不停的变换位置，就认为那是太阳和月亮在运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的进步呢，我们走到科技的时代之后，我们终于就明白了，地球本身也是在运动的，而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运动。正是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呢，才有了白天和黑夜嘛，才有了1年4季，春夏秋冬当我们走出地球站在太空之中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运动了。同时我们也发现呢，宇宙中所有的天体似乎都在转动，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中的天体都在转动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其实呢，是由于太空中的微小的阻力的存在，地球呢也是在慢慢的停止运动的。这个缓慢的减速呢，在人类的眼中几乎是微不足道，观察不到的。但是放到宇宙的尺度上呢，却可以造成很明显的影响。因为月球刚形成的时候自转速度很可能比现在快很多。但是由于地球的潮汐锁定对月球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月球的自转已经降到了很低的速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宇宙中的星系的运动。根据宇宙膨胀理论我们知道宇宙正在不断的膨胀扩张，这意味着星系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增加嘛。由于引力的作用呢，星系之间相互吸引，而导致它们不断的运动着。而且所有的星系之中的恒星以及行星呢，也在各自的轨道上持续运动着。此外呢，还有引力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引力，即使是特别微小的一个物体呢，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这种引力的相互作用就导致了物体之间的各种运动，这也就包括了行星绕太阳的公转，以及卫星绕行星的一种轨道，甚至是人类活动所带来的物体的运动等等。再往深了说呢，就是人类有两种特性，有生有死。但是对于这件事真正的看法应该是，生命本身呢具有死亡的种子。如果事物行动到了极端，总要转化到它的反面嘛。同一矛盾原则呢，是构成了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内在的矛盾呢，同时自然呢也被逼迫出了其自身嘛。宇宙万物呢都是活动的一种状态，太阳、月亮、万物其实都在动。这个世界如果不动就毁灭了，就空了。而我们生活中认为的死亡，其实不是死亡，死亡仍是一个动态，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静止状态嘛。那静态呢，是生命功能的一种状态，物理也好，生理也好，思想也好，没有完全的静态，因为静态是一种缓慢的动态，一种延长的现象。如果学物理学、哲学呢，就很容易懂这个道理。所以静是一种很难得的东西。我们看这个宇宙万物比如我们吃的水果、粮食、观赏的花草树木，都是静态的生长。静态呢，是生命功能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能量从哪来了？就是从静态里来的，从空来的。为什么人忙碌到夜里就要睡觉呢？因为人也需要静态脑筋不休息呢是不行。所以以前的宗教，人们跪在那里祷告一下，或者是坐在那里心宁静一会儿，烦恼呢也就解除了。再比如人生病了，必须要去医院，不是医院的医生用药物好，而是靠你自己休息过来。药物呢，只是一种帮助辅助而已。这些道理呢，都说明静呢很重要。这个原理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呢就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他就是道家的老子。那老子就说万物云源，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就是说呢，根是万物生命的来源，回归根呢才是静。那能静呢，才能够回归生命。这就是说明了静态的重要性。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人类常常就忘记了自己需要静，反而尽量的用动态去消耗自己。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拼命的消耗能量，能量消耗完了，人呢也就完了。理解了静的道理之后呢，把脑筋静下来，思想情绪静下来，一切的智慧呢就在静态之中。没有静是发挥不出来的。老子就告诉我们道家的修养方法呢有8个字：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把自己的身体呢活动的功能宁静下来，完全恢复到婴儿的一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脑筋呢是清楚的，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生命的根呢就在宁静之中才能够恢复。比如一杯水我们搅动它的时候呢就看不清楚里面了嘛。当它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透里面。打坐呢也是一种口头的称谓，其实它正确的叫法应该叫正思修为。打坐呢不必是照着那个释迦摩尼一样盘腿打坐，其实全世界归根起来打坐的姿势大概都有90多种。那印度呢还有人站着伸出一只手30年不动。静其实就涵盖了很多无穷的力量。那最高的境界呢就是反省关照自己，乃至不加任何判断的关照自己。我们的一个思想发动产生了多少的痛苦和烦恼呢？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清楚嘛。但是有一个人他讲清楚了，那就是释迦摩尼。他就说人的思想一动呢，弹指之间就有960次的转动。一昼一夜我们的思想的转动就会达到13亿次。那老子说呢，生命的根本呢就是在宁静之中恢复的。他说静态到了极点呢，就能够得知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有了预知的能力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要真的在静的状态之中。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快乐痛苦都会忘记，没有了身体，人的意识呢几乎与宇宙合二为一了。我们所处在这种复杂的事件的时候尤其需要静嘛。越慌乱呢就越会出问题。大家都有过做事的经验嘛，有的时候去处理一件复杂困难的事情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自己的思想就说也许静下来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你要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冷静下来，什么都不要想。你越想呢，你就是越把自己的脑子转起来，所有的神经都转起来，就绷起来了，最容易发生事情。那也许有人就问了既然静有那么大的功效，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去做呢？这就是物理生理的一个反应。因为物理的世界是没有静的，一切都是动的。我们看一座山，几乎山没有动，但你把它拆分到粒子呢，其实呢，山是在动的，它在长大，有的时候呢变瘦，有的时候会变胖，它在移动，它也在呼吸。那植物也是这样的，都是动态，整个大地其实都是在动态的。但是生命真正的能源是来自于静。现在科学家知道了一点比如脾气很大，或者是很内向，或者是很悲观的人，这样的情绪呢，就会影响他整个人静不下来。胃里的东西多了呢，人就懒得用思想了，尤其是在酒足饭饱的时候。但是这不是静实际上那是心里最动乱的时候。动乱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动态的。真正的静呢，是身心整个宁静下来，没有思想，但是不是睡觉身体绝对的健康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当你想静下来的时候，却觉得思想很乱，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就要注意身体了。佛曰呢，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呢，皆是画像。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人类的命运呢，并不是上天注定的。你的出身你不能够改变，但是出身永远不能够决定一个人以后可以走多远飞多高嘛。那些说着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人其实是因为自身安于现状，想要改变现状呢，却从来没有为之努力过，所以才会责怪命运。那么有些人呢，因为自己一时的时运不济就会怪天怪地怪命运。一个人其实有什么样的心境呢，就会有什么样的面相。世间万物呢，皆是画像。心不动万物则皆不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嘛，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禅师就问自己的2个小和尚说，风吹动了旁边的帆，那么究竟是风在动还是帆在动呢？那2个小和尚当时就争论不休一个说是风在动，一个说是帆在动，都不愿意退让，真的面红耳赤。一位路过的高僧呢，不急不缓的就跟他们说道，既不是风动呢，也不是帆动，其实是你们的心在动。当然了，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的嘛，大多数的人还是会认为是风动，因为风是主要原因嘛，而帆呢是结果。如果在风动和帆动的时候，你的心依然保持不动那才是最高的境界。如果心不动那么无论外面如何的变化，其实内心都是保持不变的。只要心不变，那一切的变化就没有变化了。千百年来呢，事物不断的变迁，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定律。万事万物呢都在千变万化，但却仍然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心态了。心如果没有变，那就是永恒。一个人的心如何，结果就会如何。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面大多数的人都迷失了自己的内心，都向往着更加繁荣的生活，追求着更加优越的生活，把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呢，只有物质才是最可靠的。他们的心呢，看不见，摸不着，也摸不透。其实在那个世界中呢，心太过于复杂了，他们觉得不如实际的物质来得可靠。可是当他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心却还是很孤独，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并没有从内心呢感受到快乐。面对这样的繁华而又浮躁的世界呢，人们想要单凭意志力来抵住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会迷失自己找不到方向。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方向呢，不如试着冷静下来，想一想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什么才是你最想要的。当你能够明白自己的内心呢，当你能够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么一切也就都无所畏惧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